我，学长，我们俩都连中500了。狒狒，你这牌没问题吧？你查，你要查出来有问题啊！我跟二鹏谁稳？二鹏，来，他都2岁了。好了，你看这牌就是普通的牌吧？赶紧的，按国王说的办，拥抱，拥抱。我刚才围着太监学长跳舞，太监学长背我们用公主抱的，可二鹏说的什么贴一起抱，真抱不了。初夏，你不行就喝酒啊！孟初夏喝多那叫一个奔放，游戏那才叫好玩，酒马上酒。各位大侠，宅心仁厚，放享女子一马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酒量。我来替初夏喝了。哎，学长。没事吧？那继续。来，排给你。太帝学长真的好酒量啊，喝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。哎呀，光这个没意思。我们玩个新游戏吧，刚才那个太无聊了。好啊。我们玩真心话。被点到的那个人呢，要回答国王3个问题，老实回答哦。好。我是国王。2号，谁是2号？谁是2号？谁是2号？是。如果今天彩票行没有关门的话，我一定要去买一注。冰姐姐，你问吧。不用那么客气，你就跟他们一样叫我菲菲就行了。好了，那我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了。太极学长，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？说实话，我还真的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。那我就用2个问题来引导一下你吧。如果有一个姑娘，年龄大概27、8岁，长相清秀，家境一般，父母身体还不是特别好，关键吧，在事业上也挺没有建树，还面临到失业的边缘，但是人品呱呱地。你觉得这样的姑娘你能接受吗？问题也太泛指了。有些人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哦。对，不是我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外部的环境呢，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，但是人格的高贵是最难的。那第3个问题，除了上述条件以外，如果这个姑娘还带着一个正要步入青春期的儿子，你觉得你能接受吗？没问题啊，那至少证明了他很独立。好了，我们酒吧喝酒吧，大家。陈叔叔的日程赶了，明天就要回瑞士，他希望今晚就跟你碰面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哎呀，就算让你马上飞瑞士，你也得去啊。哎，他对你们网站未来的发展有多重要，你并不清楚。这件事情还要感谢你帮我介绍了。客气话以后再说，我已经带着你的车和助理在路上了。我们在哪儿？那我们就在楼下吧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团购券为什么不能用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跟那个团购网站的合作已经停止了。可是如果你停止了，干嘛还在网上卖这个团购券呢？那您得去问网站。但我们在门口已经有告示，相信几位进来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到。一群人说着话往里走，谁会看见你们的告示呀？菲菲，算了吧，我来解。若楠，你怎么也这样？学着初夏，满口算了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他们理论清楚。菲菲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情要跟你做。单呢，就我来买吧，就当是预祝初夏求职成功。我等会跟你出去涮饭。学长，这样不合适，
要不我们还是 AA 吧？对啊，泰迪学长 A 是 AA 制吧？你们也听我的，电话联系啊。又要办上了，难道想让人觉得你对这次会面不重视吗？赶紧换衣服吧，我的灰姑娘。你说这几天闹的，您好，这是你们要的发票。还有就是那个关于团购券的事，我们非常的抱歉，所以呢，经理呢特意送给各位一份甜点礼盒。谢谢。哦，泰迪学长应该还没走远，他一上班族也挺不容易的，匆匆忙忙替我们买这么大一单，我把这给他送过去，当早餐可以当好几天呢。好，快去吧。我们先去啊，在楼下等你们啊，快点啊！菲菲，走了，干嘛呢？对啊，身上插点东西。插什么？喂，初夏吗？你知道吗？泰迪学长可不是一般的小职员哦。他刚刚结账的时候递出去那张卡，我可是见过的。VIP 钻石卡，你知道那代表多少的资金数字吗？我越想就越不对，所以我就上网一查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确实是在台积网工作，他的职位是 CEO， 标准的科技新贵哦。你跟泰迪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，确实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男人来依靠。但我希望泰迪不要成为你的目标。记住我的话，如果你一旦做不到，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戳穿你。沈总，尽管你对我有很多误会，可是我并不想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一解释，就好像我真的想要跟泰迪学长怎么样似的。对你来说，这也许就是一条马路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一条隐形的线，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。线的那一边，每个人都过着正常的、金光闪闪的生活，他们会谈恋爱，会拥有一份甜蜜的爱情。可是现在这一边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努力生活和照顾好梦想这两件事情而已。爱情对我来说远得要命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什么目标，因为我知道这中间的距离有多遥远。不过，泰迪学长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愿意跟他做朋友，也不会因为某些人说了些什么话而放弃这段友情。沈总，应该听明白了吧？我也在这一边。什么？希望你今天的话不是在骗我。
外地出差了吗？其实我出差的地方就在郊区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安排的惊喜。喜欢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感觉吗？喜欢。干嘛？不许偷看哦！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张开眼睛了吗？可以了。这是什么？李总，客人已经帮您带到办公室了。好。李总，哟，这怎么还握上手了呀？刚才他们说有一个美女来找我，说姓丁，我就猜到一定是你。请坐。谢谢。要喝什么呀？我来给你。不用了，我来啊，主要是有2件事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我们公司呢，虽然说在业内不算是什么规模很大的公司，但是在业内的口碑还是不错的。如果李总你将来有什么需要，我们愿意提供最满意的服务和产品。原来是拉客户来了，没关系，我特别乐意在你的业绩表上画出重重的。生意归生意，我可真不希望你在我工作上对于我有什么特别的照顾。明白，坐。好。那我就言归正传了，我再说我的第2件事。你为什么要向我们隐瞒你自己是 CEO 的身份？难道是想考验初夏吗？我没有隐瞒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你是太极网的大老板？这种话直接跟朋友说都不好意思，搞得跟炫耀似的。再说了，我只是没有刻意提起过，别人问我的时候，我也是实话实讲了。我也是做 IT 的，而且掌握整个公司的脉络。哎呀，二鹏，虽然说职业不分贵贱吧，但是你做个网管也能算掌握公司脉络吗？网管怎么了？我这出点事，全公司都上不了网，我的位置也算是举足轻重，好不好？没错没错，我的职位跟你差不多，我在公司啊也是掌管脉络的。二鹏，看你把这么优质的学长带着说话也跟你一样不着调了。哎，喝酒。啊，是，那可能我们下意识的把你归到了小打工仔的行业里。对不起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一路来的时候还一直在想，会不会是一个贵公子扮成平民去寻找真爱的画面。看来以后我得少看韩剧了。那这一件事情翻篇，我是想问，你觉得初夏怎么样？他很好，跟大学的时候一样好。你们俩在大学的时候失之交臂，真的挺可惜。是我不好，那个时候刚毕业要面向社会的时候，我那么突兀的表白，肯定给了初夏很大的压力。现在想想，如果那个时候我可以再等一等，等初夏对我有了特别的感情，我再对他表明心迹的话，也许一切都不一样。生活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给予我们无限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哎，初夏不会像你们一样以为我在隐瞒吗？这我就说不好了，可能你得自己去问他。沈岸，要不你先到我发给你的地址这里来找我吧，反正离沈氏也不远。学长，怎么突然来了？菲菲说你们刚知道了我职位的事情，
都以为我是故意隐瞒的，所以想先道歉。嗨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，这有什么好道歉的呀？而且你不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吗？上班的时候没人欺负你，下班早也没人管你。其实如果我多问你几句的话，你也就跟我说了，不是吗？你真的一点都不生气？当然，一点儿都不生气。我倒真希望你会给我闹点小脾气啊！在家干什么呢？怎么绳子都到头上了？啊，我打扫卫生呢，不小心弄上去的，没事儿。我帮你。你果然在骗我。沈总，谁骗你了？我吗？地址，你给我的地址不对，完全都不对。那你怎么找过来？我闻着味道来的，不行吗？孟小姐，我想请问你家公子可好啊？泰迪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孟小姐她有一个，你也认识初夏的儿子呀？怎么样，长得帅不帅？把咱们两个都比下去。好的，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安排下面的人去落实。泰迪啊，我们虽然不是那种天天混在一起的兄弟，可我对你也有一定的了解。当你面对女人的时候，你的智商往往不及小学生。在美国，那些知道了你的身家地位就拼命往上扑的女孩比比皆是，每回你都不懂怎么招架，只会一味的躲。他人的闲事我向来不感兴趣，可正因为你是这种性格，所以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得清楚一些。孟初夏自己带个孩子，似乎很惹人同情。可是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，你听我一句忠告，最好离她越远越好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其实呢，我跟她的接触不多，不巧的是，每一次我都看到她抢别人的男人，而且对象都不一样。不可能，肯定是误会。我亲眼所见。那你看到的也一定只是片段。初夏因为家里的原因从小就很害怕跟别人吵架，就算是被误会，他也没有能力用辩解去为自己澄清。我相信他每次都会说是误会吧，只是因为他说不清楚，所以听起来没有力度。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对，女人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高深，很头疼。所以在别人看来，我这个外表看上去很光鲜优秀的我，这么多年却还是一个人。不过虽然我不太了解女人，但有一点我很清楚，那就是初夏很特别。这么多年了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我梦里出现。昨天刘教授又在课堂上发飙了，因为我们班同学在上课答到的时候竟然用手机免提答到。梦想，怎么哭了呀？梦想，跟同学打架了吗？他们说我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。梦想，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妈妈。小姨，不是小姨，是妈妈。从现在开始，小姨就是妈妈。乖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初夏的肩膀那么瘦，那么弱小，
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撑起这么沉重的一片天。但是从那之后，他每天都是乐呵呵的，我都想他对我含一含泪。但是那一切从来都没发生过。等等，你说那个孩子他并不是初夏的？当然不是，从年龄上算也不对啊。梦想是初夏姐姐的孩子，所以你说初夏去抢别人的男人，我是怎么都不会相信。初夏太喜欢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，怎么会做伤害别人的事情？你喜欢他，对吗？我们是朋友。